一位65岁的张阿姨，原本和许多长辈一样喜欢吃传统早餐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和糖尿病扯上关系。然而就在不久前，她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突然离开了人世。这件事让她的家人和医生都痛心不已，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。为什么一顿早餐看似平常，却可能暗藏杀机？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其中的奥秘。回顾张阿姨的生活，我们发现她平时非常爱吃碳水丰富又方便省事的早餐。每天早上，她都习惯来一碗热腾腾的白米粥，配上几样咸菜小菜。有时为了换换口味，也会吃油条加豆浆或者甜味的面包点心。长期下来，她的血糖一直控制得不好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终于有一天早上，她突然感觉头晕目眩，浑身无力，家人赶紧把她送往医院。遗憾的是，由于血糖长期失控，引发了严重的心血管并发症，医生最终没能挽回她的生命。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因糖尿病离世，让人唏嘘不已。这个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，糖尿病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忽视日常的饮食管理。俗话说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餐吃不好，可能会让血糖一整天山车般波动。医生感慨地呼吁大家一定要管住嘴，从早餐开始做好血糖管理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从糖尿病的基础知识讲起，然后深入探讨早餐与血糖的关系，以及医生强烈不推荐的4种不健康早餐。别担心，我们还会分享营养师精心挑选的6种适合糖尿病人的营养早餐搭配，让大家吃得开心，血糖安心。糖尿病顾名思义，就是血液中的糖太多了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会被消化成葡萄糖，然后通过血液输送到全身各处，供细胞当燃料使用。而负责把葡萄糖搬进细胞的小帮手就是胰岛素，这是一种由胰腺分泌的激素。当胰岛素不够用，或者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时，葡萄糖就没法顺利进入细胞，在血液里越积越多，血糖水平就会升高，这就是糖尿病的成因。糖尿病主要分为1型和2型。1型糖尿病多见于年纪较轻的人，是因为自身胰岛素分泌严重不足，只能靠每天打胰岛素来维持生命。2型糖尿病则更常见，约占糖尿病患者的 90% 以上，大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。2型糖尿病通常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，比如长期饮食不当、缺乏运动以及肥胖等因素。就拿我国来说，据统计，全国已有超过1亿人患有糖尿病，其中绝大多数是2型糖尿病。也就是说，身边每10个人里可能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，可见这种病有多普遍。糖尿病被称为隐形杀手，因为高血糖对身体的危害往往是慢慢累积的，早期可能感觉不明显，但时间一长，各种并发症就会找上门来。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包括眼睛受损，导致视力模糊甚至失明；肾脏受损发展为尿毒症，需要透析；神经受损导致手脚麻木疼痛，甚至还有心脏病、中风等严重后果。张阿姨的不幸离世，就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心血管并发症。听到这里，您是不是也感到后怕？其实，糖尿病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忽视它的存在，不加以控制。控制糖尿病的关键就在于管住嘴，迈开腿，也就是健康饮食和适当运动。其中，合理的饮食尤为重要，而早餐作为一天的第一餐更是重中之重。许多人知道糖尿病要控制饮食，却往往忽视了早餐的重要性。有人干脆不吃早餐，想着少吃一顿可以少摄入点糖分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不吃早餐反而可能让血糖更失控。经过一整夜的空腹，早晨我们的身体急需能量，如果这个时候不吃早餐，饥饿的身体会开启应急反应，导致午餐和晚餐时胰岛素分泌不协调，结果就是午饭、晚饭后血糖飙得更高。这种现象被形象地称为次餐效应，意思是漏掉了后面的几餐，血糖都会跟着遭殃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，不吃早餐更是大忌，可能让一天的血糖都处于波动状态。那么，吃了不合适的早餐，又会有什么后果呢？早晨是人体胰岛素相对敏感的时间段，如果早餐吃得不好，比如摄入了太多糖分或精致碳水，血糖会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。血糖一下子升高，胰岛素就得拼命工作来降糖。
久而久之，胰岛功能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渐渐劳累过度，糖尿病就容易找上门，或者进一步恶。更糟糕的是，早餐血糖飙高到了中午前，可能又快速下降，人会觉得特别饿，容易在午餐时暴饮暴食，如此恶性循环，让血糖控制更加困难。由此可见，一顿合理的早餐就像给身体打一支稳定剂，能帮助我们平稳度过一上午。而一顿糟糕的早餐则可能成为血糖过山车的开端。既然早餐如此关键，那么哪些早餐是医生特别提醒要少碰甚至不碰的呢？医生总结了以下4种最不健康的早餐类型，请大家尽早停用，不要再吃。尤其是其中第3种，很多人还以为很健康，每天都在吃呢。1. 高糖早餐，顾名思义就是含糖量过高的早餐食物。典型的例子比如各种甜甜的糕点、面包，抹了厚厚的果酱的吐司，甜味的麦片，或者早晨来一杯高糖分的奶茶、豆浆，甚至碳酸饮料。有些人喜欢在喝粥、牛奶或豆浆时额外加几勺糖，这其实相当于在早餐就喝下了一杯糖水。高糖的早餐会让血糖在进餐后短时间内飙升，对糖尿病患者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。而且过多的糖分摄入如果没有及时消耗掉，会转化成脂肪囤积在体内，让人变胖。一旦体重增加，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会下降，控糖就更难了。所以，不管是不是糖尿病患者，都应该远离早餐中的甜蜜诱惑，尽量避免高糖食物。2. 油腻早餐，指的是那些油脂含量特别高的油炸类或高脂肪食物，例如金黄酥脆的油条、香喷喷的油饼、炸馒头片，还有西式早餐里的培根、香肠、煎蛋饼等等。这些食物在烹调过程中吸收了大量油脂，热量惊人。早上吃一根油条，看似分量不大，其实摄入的脂肪和热量却不少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，油腻食物虽然不会让血糖像糖那样立刻飙升，但高脂肪饮食会增加体重，导致肥胖和胰岛素抵抗，使血糖在长期来看更加难以控制。而且高脂食物消化慢，可能引起餐后血脂升高和胰岛素反应迟钝，更别提长期吃油炸食品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。总之，早餐贪吃油腻爽口的食物，其实是在给自己的身体埋下隐患。3. 精致碳水早餐，典型代表是白粥配咸菜。这一类早餐乍一看很清淡，很多人几乎天天吃，但恰恰隐藏着升高血糖的风险。白米粥是用精白大米长时间熬煮而成，米粒都熬烂了，淀粉释放出来变成了葡萄糖，吃下去后吸收非常快，虽然没放糖，但血糖照样升高的飞快。再来说配的咸菜，腌制食品含盐量往往很高，高盐饮食对糖尿病患者也不友好，容易引发高血压，进而加速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，比如心脏病、中风。许多老人家觉得早上喝粥养胃清淡，其实那只是味觉上的清淡，糖分和盐分一点没少。长期以白粥、咸菜做早餐，等于每天早上都在挑战自己的血糖和血压，对健康非常不利。怪不得医生一再强调，这种以精致碳水为主的早餐赶紧撤下餐桌。4. 高盐加工类早餐，指的是含盐量高、经过重度加工的食物做成的早餐。常见的如火腿肠、培根、腊肉、香肠这类加工肉制品。还有一些人喜欢早上吃方便面、榨菜、肉丝面等速食食品，这些食物往往盐多、油多。以方便面为例，一包调料下去，含钠量就爆表了，再加上面饼本身是油炸的，脂肪含量也高，经常拿这些来当早餐，身体每一天都得忍受高盐高脂的冲击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，高盐会诱发高血压，损害血管和肾脏。加工肉里的饱和脂肪和食品添加剂也会增加心血管负担。本来糖尿病就需要保护心脏和肾脏，若早餐还大量摄入这类高盐食物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因此，像培根煎蛋配面包、香肠三明治、方便面加火腿这种早餐组合，还是尽量敬而远之吧。看完以上4种不健康早餐，不知道您中招了没有？可能有人已经在心里发问，早餐不吃这些，那吃什么才好呢？别急，下面我们就来聊聊
营养师特别推荐的6种适合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早餐搭配，既营养美味，又有助于控制血糖。好的早餐有很多选择，并不意味着要牺牲口味。营养师为糖尿病患者精心搭配了6种早餐方案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轮换着吃，这样不仅营养均衡，还能让血糖稳稳当当，不再过山车。1. 鸡蛋加豆浆的高蛋白早餐。顾名思义，就是以高蛋白食物为主角的组合。一份典型的搭配是2个水煮蛋或者茶叶蛋，配上1杯无糖豆浆。这份早餐几乎不含淀粉类主食，但蛋白质和优质脂肪丰富，能够提供充足的饱腹感。鸡蛋含有优质蛋白和多种微量营养素，豆浆则富含植物蛋白，且升糖指数低，对血糖影响小。对于需要控制碳水摄入的糖友来说，这款高蛋白早餐可以有效避免餐后血糖飙升。同时，高蛋白饮食还能帮助控制体重，对2型糖尿病患者非常有益。当然，如果觉得没有主食有点空的话，也可以搭配半片全麦吐司，增加一点碳水化合物，但一定要记得不放黄油和果酱哦。2. 全麦蔬菜蛋三明治早餐。这是营养均衡又美味的一款选择。用全麦面包替代白面包，夹入煎蛋或水煮蛋片、新鲜的生菜、黄瓜片、番茄片等蔬菜，再涂抹一点无糖的坚果酱或者牛油果泥增加风味，配上1杯温热的牛奶或无糖豆浆，就组成了一顿丰富的西式早餐。全麦面包富含膳食纤维，消化慢，可以避免血糖迅速升高。蔬菜提供了维生素和纤维，鸡蛋提供蛋白质和健康脂肪，牛奶则补充蛋白质和钙质。这套组合中的碳水、蛋白、脂肪比例较为合理，可以让血糖保持稳定，又能让你精神充沛地开始一天。关键是做起来也不难，前一晚准备好材料，早上几分钟就能搞定，营养又省时。3. 燕麦坚果粥配鸡蛋早餐，适合喜欢热乎口感的朋友。用纯燕麦片加水或牛奶煮成燕麦粥，不加糖。出锅后可以撒一把混合坚果或杏仁碎，搭配1个水煮蛋一起食用。如果喜欢咸口味，也可以在燕麦粥里加一点点盐或者几片蔬菜叶子调味。燕麦是一种典型的低升糖指数，粗粮，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纤维，比如贝塔、葡聚糖，能够延缓葡萄糖吸收，帮助稳定血糖。而坚果如核桃、杏仁、花生等富含健康脂肪和蛋白质，也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反应。再加上1个鸡蛋提供额外的蛋白质，这顿早餐升糖速度慢，能量释放均匀，不会让你吃完很快又饿。更棒的是，燕麦和坚果还有利于心血管健康，常吃可以帮助改善胆固醇水平。天气冷的时候，来一碗暖乎乎的燕麦坚果粥，既满足口腹之欲，身体也暖意十足。4. 杂粮粥配豆制品早餐。这是充满中国风味又健康的选择，可以用小米、燕麦米、糙米、红豆、玉米渣等各种粗粮混合，熬煮成杂粮粥当主食，比单纯的白米粥营养丰富且升糖缓慢。搭配的菜可以很简单，来几块卤水豆腐干或者半杯清炖豆腐脑，记住不要加糖浆，可以改放点酱油和葱花提味，然后配一小碟超拌的绿叶蔬菜，比如拌菠菜、拌生菜。这样一餐谷物、豆类、蔬菜搭配，堪称营养黄金组合。杂粮粥提供复合碳水和纤维，让血糖稳定上升不骤升。豆制品富含植物蛋白和矿物质，几块豆腐干就能顶半个鸡蛋的蛋白质，而且几乎不含糖。蔬菜则提供纤维和维生素，还增加饱腹感。很多老一辈喜欢早上喝粥，这样改良一下就既符合口味又更加健康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煮杂粮粥尽量不要时间过长，煮太烂会让升糖指数变高。咸菜腌菜能不吃，换成新鲜蔬菜更佳。5. 红薯玉米鸡蛋早餐，简单朴素却非常适合糖尿病人。一份典型搭配是1根蒸熟的红薯或者玉米，再加上1个水煮蛋，配1杯温牛奶或者无糖豆浆。红薯和玉米都是升糖指数较低的薯类和全谷物，比起白米白面，它们的碳水化合物消化更慢，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。例如，红薯富含胡萝卜素和钾元素，对眼睛和心脏都有好处。玉米富含镁和 B 族维生素，
也有助于代谢。配合鸡蛋的蛋白质和牛奶的钙质，这顿早餐搭配非常平衡。对于食欲不大或者早上时间不充裕的人来说，这个组合方便又健康。红薯玉米头天蒸好，早上热一热就行。鸡蛋提前煮好，剥壳直接吃，省时省力。别看它简单，营养可一个不少，还能帮助控制餐后血糖不上蹿下跳。6. 酸奶水果燕麦碗早餐，这是一个清爽又营养的选择，特别适合夏天或者喜欢吃冷食早餐的人。取无糖原味的酸奶1碗，加入3到4勺即食燕麦片，再根据个人口味放一小把坚果仁，比如杏仁、腰果、南瓜子等，和切碎的低糖水果。低糖水果可以选择苹果、梨、猕猴桃或者几颗草莓、蓝莓等浆果，把它们搅拌均匀，就成了一碗丰富的酸奶水果燕麦碗。酸奶含有优质蛋白和益生菌，有助于肠道健康。燕麦和坚果提供纤维和健康脂肪，延缓葡萄糖吸收。水果提供维生素和一点天然的甜味，让口感更佳。在这份早餐中，酸奶和坚果让血糖上升变慢，而水果的量不多，糖分控制在合理范围内，不会对血糖造成太大冲击。这款早餐如同甜品般美味，却比市售谷物早餐健康太多，没有额外添加糖。喜欢口感更丰富的朋友，还可以撒一点肉桂粉来增加风味。同时，肉桂据说还有助于降血糖呢。这样的酸奶水果碗当早餐，宛如在吃一杯健康甜点，心情愉悦，营养也悄悄摄入了。以上6种早餐搭配涵盖了中式和西式，热食和冷食，可以说照顾到了大多数人的口味。糖尿病朋友们不妨根据自己的喜好尝试一下，在控制总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前提下，这些早餐都能提供均衡的营养，而且升血糖速度比较平缓。记住一个原则，优先选择升糖指数低的粗杂粮作为主食，搭配优质蛋白和适量健康脂肪，再加一些蔬果，这样的早餐准没错。听完今天的分享，我们可以看到早餐对血糖管理的影响实在不容小觑。像65岁张阿姨那样因为长期不良饮食最终酿成悲剧的案例并非个例，但这并不是在吓唬大家，而是提醒我们，健康就在我们每天的餐桌上，取决于我们每一次的选择。糖尿病并不是判了死刑，只要管控好血糖，一样可以像常人一样享受生活。而管控血糖，一顿营养的早餐开始就能胜利一半。最后要再次提醒，以上提到的4种不健康早餐千万要远离。高糖、高油、精致碳水和高盐加工类食品真的不适合作为开启一天的第一餐，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介绍的这些营养早餐。也许刚开始改变饮食习惯有点困难，但当您坚持一段时间后，就会发现血糖更稳定了，身体感觉更轻松有力了。这就是健康早餐带来的回报。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重视自己的早餐，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把好第一道关卡。让我们一起从明天早上开始，吃对早餐，远离糖尿病的风险。如果您觉得这篇分享有帮助，推荐给身边的朋友，让大家一起健康快乐每一天。